人人都说小萌娃的母亲是祸害，而他的父亲却是考上大学的知青。上辈子父亲抛弃他回城，他淋雨高烧不退，死后被草席卷着丢进后山。可最后只有那个被众人白眼的母亲为他守坟。一夜白头，再度睁眼，外面传来熟稔的声响。萌娃趴在窗口偷偷往外看，是爸爸和外婆哎，他们说什么？这钱是他以前给我的家用，您别推辞，就当他给您二老尽孝的吧。你要走就走吧，是老二混账，对不住你。你大嫂在厨房给你烙了饼子，你路上总得带点干粮。谢谢您不怪我，等到我站稳脚跟就回来接我闺女。小萌娃支起耳朵，似懂非懂的。他的母亲在沈家排行老二，沈家是村里最普通的人家，重视长子，宠爱幼子。处在中间的母亲和三叔是被冷落的两人。地里收成不好时，母亲和三叔在家过不下去，出去讨饭。三叔被好心人收养成了养子，后来被送进部队，他自己也有出息，如今已经当上了连长。母亲从小流浪，为了谋生计，打架斗殴的事没少干。他三教九流的朋友认识不少，周围村子的混混无赖都怕他。沈家人也担惊受怕，害怕他连累自家。村里的人其实挺待见他，有他镇着，偷鸡摸狗的都少了许多。父亲是从首都来的知青，他意外落水时，路过的母亲把他救了下来，这才不情不愿成了家，生了小萌娃。高考恢复后，苏建军考上了首都的大学。据说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沈秋和与人打架，让对方伤残，沈秋和被人带走蹲了大牢。苏建军趁机开了证明，离了婚返回了城里。据说城里有个青梅竹马一直等着他。苏瑶瑶一觉醒来，父亲没了，哭着到处找他，淋了雨回来就发起了高烧。在有意识时，4岁半的他成了摸不到任何东西的阿飘。他的身体被外婆他们用一卷草席卷吧扔到了后山。住在山脚下的少年把他捡回了家。苏瑶瑶在顾城家飘了好些日子，回家的沈秋和把他装进棺椁埋到了小坟包。沈秋和守在他的小坟包前一夜白了头，他整日整夜守着苏瑶瑶，怕女儿怕黑，怕女儿无聊，怕女儿又饿又渴又累。他给苏瑶瑶讲故事，讲人生道理，给苏瑶瑶带好吃的好玩的，自己却时常忘记吃喝，日渐消瘦，自责自己不是个好母亲。苏瑶瑶飘在小坟包前，一次次的往沈秋和怀里扑，一次次的从他身上穿过。他想告诉母亲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想告诉母亲他的瑶瑶最爱他，他也不是别人说的坏妈妈。可现在苏瑶瑶好像回到了自己还没死的时候，父亲又要走了，以后他就找不到他了。意识到自己能触摸到东西的第一时间，苏瑶瑶就想要去找沈秋和，只不过在听见苏建军和外婆的对话，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确定了沈秋和不在家，他又躺了回去。外婆会扔掉硬邦邦的他，父亲即将离家远行，他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惬意。苏建军与外婆简短交谈了几句，便转身回到屋内，继续整理他的行装。他翻找出了沈秋和私下存放钱款的盒子，将里面的钱票仔细清点整理，然后均匀地分成了3部分，一份小心地塞进了自己的贴身衣袋，一份放入了随身的斜挎包，另一份则稳妥地收进了手提箱中。接着他费力地挪开了屋内沉重的大衣柜，撬开了下面的几块青砖，从底下挖出了一个装饼干的旧铁盒。苏瑶瑶在一旁看得睁大了眼睛，满是惊讶。沈秋和从小自力更生，深知如何为自己谋划。10多年前开始，村里陆续来了不少有本事的人，他偷偷用粮食和肉当作学费，向他们学了许多技能，修汽车、修拖拉机、修手表、修收音机，还有些苏瑶瑶听不太懂的经济学和哲学道理。他私下替人修理东西在村里并不是秘密，攒下的钱也都存放在这里。苏建军知道这些并不奇怪，可这个饼干盒子却是沈秋和悄悄带着苏瑶瑶一起埋藏的，连苏建军本不该知晓。盒子里有为苏瑶瑶准备的一把小金锁，一对小金镯，还有鸡尾金光闪闪的小鱼。沈秋和曾告诉他，这是自己偷偷用在山里种的粮食和挖到的人参，跟有钱人换来的，以后要留给苏瑶瑶做嫁妆。因为来源不便明说，他从未告诉过苏建军。苏瑶瑶虽还不懂嫁妆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那是母亲留给自己的珍贵之物。此刻他眼睁睁看着苏建军将那个属于他的嫁妆盒子也一并装进了他的手提箱中。苏建军重新整理好行李，动作利落而沉默。沈秋和曾在苏瑶瑶的小坟包前说过，他和苏建军已经离婚了，离婚就意味着从此母亲是母亲，父亲是父亲，两人不再是一家人。既然如此，苏建军还要带走别人家的东西，这样似乎不太合适吧。这时从对面东偏屋的灶间里远远传来了大伯娘的招呼声，叫苏建军去取刚烙好的饼子。苏建军再次走出房间，顺手轻轻带上了门。苏瑶瑶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下来，光着脚轻手轻脚地跟了出去，直奔地面上苏建军收拾出来的箱子和包裹。包裹和箱子里的东西不少，他的嫁妆、沈秋和的钱、沈秋和给他买的肉干和红薯干，还有箱子里的收音机和手表。虽然手表苏建军在戴，收音机苏建军在听，可这是沈秋和买的。苏瑶瑶越过箱子和包裹，将苏建军自己买的鸡蛋糕、桃酥放在一边，把沈秋和给他准备的肉干、红薯干拿出来，放回柜子里。接着他穿上苏建军放进去的属于沈秋和的钱票，抱着自己的嫁妆盒子，拿着手表和收音机爬回炕上，藏进被窝里。他心想，还是别麻烦苏建军了，要是他带走保管，以后自己和沈秋和找不到他，钱票怎么要回来呢？现在的苏瑶瑶早已接受了沈秋和苏建军要分开，以后只有母亲的事实，只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等到沈秋和。苏建军拎着布袋子回屋，身上沾染了烙饼的麦香味。他看见苏瑶瑶醒了，愣了一下，放下拎回来的布袋子，坐在炕边摸了摸她的头发。瑶瑶，再等等爸爸，爸爸站稳了脚跟就来接你，你别怪爸爸，爸爸一定来接你。他这话语既像是朝着苏瑶瑶轻声诉说，又仿佛是在对自己低语呢喃。苏瑶瑶听不明白其中的深意，
在他飘荡无依的那些日子里，沈秋和早已将过往一一向他道明。离开后的苏建军与等待他多年的青梅竹马重新组建了家庭，拥有了新的孩子，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所幸的是，一直有他陪伴在沈秋和身边，两人相依为命。然而此刻，苏建军却突然说要回来接他走，这让他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不过他还年纪尚小，许多事情即便不懂也无妨。这个困惑他可以留到将来再去询问沈秋和。望着苏建军眼中那满是不舍的神情，苏瑶瑶终于忍不住，用细微而谨慎的声音轻轻开了口：“那爸爸可以等妈妈回来再走吗？”瑶瑶，别闹，爸爸去上大学是好事，瑶瑶要乖，要在家听外婆的话。不是，我今晚会发烧，好烫，好冷。没有，你没有妈妈，我就变得硬邦邦。瑶瑶，爸爸不是告诉过你，撒谎不是好孩子。不是，瑶瑶不是坏孩子，妈妈很快就回来。再过，他扒拉手指头，想说个具体时间，可算不明白，着急的眼泪掉了下来，只能抓着他的衣摆，固执着继续先前的话。爸爸不走，等妈妈回来再走。够了，你妈回不来了，她被人抓走了，你妈坐了牢。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我要是不走，就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端不上铁饭碗，一辈子只能在地里刨食当泥腿子。为什么不想让我走？为什么你们都不想让我走？你和你那只知道藏私的妈一样没良心，你们沈家人都没良心，都不盼着我点好。他的情绪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整个人处在激烈而混乱的状态中。苏瑶瑶一时之间完全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苏建军面无表情，开始一根一根用力掰开他紧紧攥着的手。苏瑶瑶抓的实在太紧了，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因此他用的劲道也不小，几乎是在强行挣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指关节甚至发出了清脆的咔嚓声响，听着令人心头一紧。那声音让他手上的动作微微顿了一顿，似乎有瞬间的迟疑或触动，但也仅仅只是那么一下。短暂的停顿后，他的动作便恢复了决绝。接着他毫不犹豫拎起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拿起刚带回来的旧布袋子，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的背影一步步走远，最终彻底消失在苏瑶瑶模糊的视线之外。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苏瑶瑶一个人，他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嘴唇轻轻颤动，用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自语：“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低头看着肉嘟嘟带肉窝的手被掰得不正常，指头已然红彤彤，他委屈地给自己呼呼了：“爸爸，我疼。”轻轻柔柔的话语说完，眼泪滴滴答答滚落，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没多久，雨势慢慢变大，窗外如注的雨帘，好似苏瑶瑶前世寻觅苏建军时的样子。他蜷缩回炕上，熄了火的炕还有点微微的暖意。苏瑶瑶把被子裹得更紧了些，不想淋雨，不想感冒，不想变成小土包，不想让沈秋和一夜苍老。她有点饿，想吃鸡蛋糕，想吃桃酥，想吃饼干，想喝麦乳精。然而屋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没了，她晓得有些被苏建军装进箱子带走了，可有些箱子里也没有，不知苏建军拿到哪儿去了。苏瑶瑶用不疼的那只手在柜子里拿了一根红薯干，慢悠悠的吃，有点庆幸，幸亏自己把这些留了下来，不然这会儿还得饿着肚子。下午外婆推开房门，看见苏瑶瑶拿着红薯干直叹气：“你这孩子咋不知道自己去吃饭呢？上午没吃，下午也没吃，现在都快到饭点了，还好你这有红薯干，你先吃着垫垫，明儿的上午饭你别忘了去吃饭啊。”冬天没多少体力活，家里一天就吃2顿饭，上午和下午各一顿。苏瑶瑶还是有点怕外婆，只应了一声，乖乖地点点头，想着从前自己每天都有一个鸡蛋吃，今天没吃，不知明天会不会多给他一个。外婆说完就要出去，苏瑶瑶没忍住抬手喊她：“外婆，我手疼。”没事，睡一觉就好了。可是苏瑶瑶还想开口解释些什么，试图说明自己的委屈与不适，然而外婆却已经转身走出了屋子，脚步没有停留，她只能对着空荡荡的门口轻轻补完了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后半句话：“其实我还是觉得好疼呀。”她抬眼望向窗外，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色沉沉，她没敢贸然跑出去，只好又低下头，朝自己红肿的手指轻轻呼了几口气，仿佛这样就能驱散一些疼痛。眼泪却控制不住，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一颗接一颗，落在手背上，也落在心里。苏瑶瑶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睡着的，意识在抽泣与寒意中渐渐模糊，只觉得往年总是暖烘烘的土炕，这一夜却格外冰冷，寒意从席子底下渗出来，蔓延到四肢百骸。她蜷着身子，在朦胧中挨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日光温和地洒进屋里，苏瑶瑶有些费力地给自己穿好衣服，每动一下手指都带着隐隐的钝痛。她慢慢挪到门边，探头往外瞧，看着外面明亮的世界，他的心情也跟着轻松了一些。雨过天晴，他应该不会再像昨天那样淋雨发烧了。而且外婆好像真的没有骗他，虽然过了一夜，他的手指看起来还是肿肿的、弯弯的，颜色也紫紫的，但只要不去碰它，不去活动，就没昨晚那样疼得让人想哭了。到了该吃上午饭的时候，苏瑶瑶小心翼翼地走出屋子，她低着头，留意着脚下，避开地面上坑坑洼洼的积水，慢慢挪到了吃饭的堂屋。或许是她走得太慢，进屋时大家已经围着桌子开始吃了，桌上摆着一盆红薯糊糊，还有一小盘炒白菜。外婆抬头看见她进来，
伸手拿过那个已经空了的铝盆，用勺子在里面刮了刮，却没刮出多少糊糊。于是外婆又往盆里倒了一点温水，涮了涮盆壁，将涮出来的那点稀薄的糊糊盛了半碗给他。碗里的汤水清得几乎能照出人影。接着外婆又从桌上的蒸筐里拿出一个红薯，挑了个差不多和他拳头一样大的，轻轻放到他手边。瑶瑶你还小，个头大的吃不完就浪费了。苏瑶瑶等了等，没吃到昨天没等到的鸡蛋，甚至连今天那个也没有。桌子上大家都各自吃着，大伯娘旁边坐着年仅3岁的小堂弟，面前就有碎碎的鸡蛋壳。斜对面刚高中毕业，马上要娶媳妇的四叔，手上拿着吃了一半的鸡蛋，见苏瑶瑶看过来，一把全塞进了自己嘴巴里。瑶瑶，你咋还不吃？等到冷了你再吃下去，那是要害病的。苏瑶瑶觉得自己不能生病，瞬间顾不上鸡蛋不鸡蛋的事了，低头看去，桌子上没她的筷子勺子，旁边也没有她以前坐的椅子。4岁半的苏瑶瑶站在那儿，望向大伯家7岁的堂姐。堂姐好像向来都是站着吃饭的。苏瑶瑶思索了一下，效仿堂姐站在桌旁，不敢动受伤的手指，姿势怪异的端着碗，先喝了米糊，又端着红薯吃的慢悠悠。没筷子就没筷子吧，他手疼着也没法用筷子，还能省得外婆他们多洗一双呢。他想着等吃完再问问外婆鸡蛋的事儿。明明沈秋和讲过，他给了外婆钱，外婆会每天给苏瑶瑶一个鸡蛋的。大人们饭吃得更快些。外婆收拾着碗筷，看着红薯只吃了一半的苏瑶瑶开了枪。瑶瑶你也大了，该学着干活了，等会儿和你堂姐一起学着洗衣服。咱户人家女娃娃哪个不是早早就帮衬家里洗衣做饭打猪草，你也就是你妈他们惯着。村子里的人家普遍有些重男轻女，男娃看重些上山下河抓鱼摸虾，偶尔偷摸给加个鸡蛋多吃块肉。女娃从小就得把各种家务都上手，女娃吃的也差一点。村子里像苏瑶瑶这么大的女娃娃去河边洗衣服的很少，但姐姐带着一起去的还是存在的。外婆让苏瑶瑶去学洗衣服，并非虐待，在村里这只是平常之事，家里人也没觉得有啥不妥。他们认为以前的苏瑶瑶被父母过分娇惯，啥活都不用干，可如今已不是从前了，甚至他们觉得苏瑶瑶在家里能有一口饭让她活命就挺好了。苏瑶瑶愣了愣，以前沈秋和就跟她说过，她不用像村里其他女娃娃干那些活，以后要送她去上学，她会和城里的小娃娃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坐在教室里。可是现在外婆又这么说，她有些不明白，但不明白也无妨。苏瑶瑶举起还有些肿，手指依旧以不正常角度弯曲的右手。外婆，我手指疼，不能动，不能洗衣服。随便你，咱家就这样，不干活就没饭吃。苏瑶瑶瞬间愣住，堂姐拖着一篮子的衣服出屋，看见她就喊：我们快走，不然今天洗不完。你快来帮我搭把手，我俩一起抬着，很轻的。苏瑶瑶看看她拖出来的超大号，比自己还大好多的篮子，又看看自己紫乎乎还肿着，以不正常弧度弯曲的手，疯狂摇头。我不行，我疼。她把手指头递给堂姐看，你手这样，好像还真不用干活，你快点好起来啊！堂姐拖着超大号藤编大篮子走了，家里的人都各自忙活着，顾不上苏瑶瑶。她走到大门口，坐在门槛上，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看。只有沈秋和回来时，她才能第一时间看见母亲。想起沈秋和，苏瑶瑶又低头瞧瞧自己的手指头，小心翼翼地吹了吹。村长上门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蹲在门口的小不点。哎呦，瑶瑶在玩啊！苏瑶瑶看见是熟人，乖乖问好。村长伯伯笑眯眯的，还在兜里摸出一颗糖给他。你家大人呢？他是村长苏建军离婚的证明，离家求学的介绍信都是他开具的。小的苏瑶瑶如今爹妈都不在，瞧他的眼神格外怜惜。沈秋和也是，这回咋就把人打残了，还被人给堵着了呢？现在城里女婿跑了，剩下这么个被沈秋和宠着都怕委屈了的小女娃在家，可怎么是好？村长的复杂苏瑶瑶看不懂，只乖乖回答他先前的话。外婆和大伯娘在家，其他人去哪了？不知道。走，伯伯找你奶就行。苏瑶瑶跟村长刚走进院子，便看见他与沈秋和的西偏屋大门开着，外婆和大伯娘正在翻箱倒柜。这个好，拆洗，能给小四做喜被，云出2床都厚实。这衣服也有6、7成新，体体面面的，小四结婚时也能穿。那几件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外婆和大伯娘也不嫌弃。这个你爹他们干活的时候也能穿。苏瑶瑶着急冲过去要抢，那是妈妈的，都是妈妈的。嗨，你小孩子不懂，老实待着别捣乱。你们不能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他双腿扑腾着，挣扎时碰到受伤的手，疼的眼泪一下子飙出。他顾不上手疼，注意力全集中在沈秋和的衣服上，可面对2个大人却显得很是无力。这是做什么？苏瑶瑶瞬间来了精神，着急将目光转向门口求助。村长伯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嗨，你这孩子，我们是别人吗？这不是小四要结婚了，家里就这条件，老二这里又都是自家人，拆解一下先渡过难关再说，对吧？他的意思村长听明白了，可村长也只是村长，
不是什么都能管的。他没回他的话，只先说他过来的原因。你叫我叔摔了一下，送去卫生所了，这不我过来和你们说一声。老沈家不知道是不是今年走背运，沈老二出了事自己进去了，女婿跑了，沈老头走路不看路，这一下摔得也不轻。什么？大伯娘一下子啥都顾不上了，撒开腿朝外面跑。村长等他们都走了，才把目光投向苏瑶瑶，神情显得颇为纠结。苏瑶瑶心里有点高兴，外婆和大伯娘他们离开了，沈秋荷的东西留了下来，可她又有些担忧，他们回来会不会把这些再抢走？村长看着眼前粉雕玉琢的苏瑶瑶，终究不忍心给她仔细分析。你四叔要娶媳妇，你们家没多余的空屋子，你这屋刚好又收拾得不错，怕是得用这里做新房，还有屋子里的东西，你还小也保不住。村长毕竟是外人，苏瑶瑶又年纪小，4岁出头的小团子，还得仰仗着老沈家生活。他一时也拿不准这是怎样处理才最妥当，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出个办法。你爸走的时候拿了啥谁也不知道，趁着这会儿时间，你看看你这屋里还剩不剩钱，你拿些自己藏起来，谁也别告诉我。家里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你爸拿走了。你奶他们估摸着也不知道你这屋里都有啥，以后啊，等到你大些了，也能有点钱和东西傍身，日子也会好过些。村长觉得自己今天有叹不完的气，沈秋荷这事他找人去打听了，会怎么判暂时不知道，但他把人打残了是真的，没出人命，估摸着就是关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可这些年被带走劳改的就没回来的，眼前这小不点，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孩子啊，听伯伯一句，你在家要靠家里过活，你听话些勤快些，日子也能好过些，等你长大了就好了。村长走了之后，苏瑶瑶抱着沈秋荷那件险些被抢走的军大衣，认真思索着他刚说的话，理解的并不多。他和沈秋荷的屋子为啥要给四叔？他和沈秋荷的东西为啥会保不住？没了屋子，没了被子，没了衣服，他该咋办？会被冻死的。昨晚啥都有，他都冻得直哆嗦。越想越觉得苏瑶瑶脑子里就只剩一个想法，他得找个地儿，不能把自己给冻死。他把肉干、红薯干装进袋子，钱票揣进衣兜，抱着嫁妆盒子，背着布袋子，还卷着一件比他个头还大的军大衣出了门。远远看去，只能瞧见一团移动的军绿色。山脚下破院子的篱笆墙门口，苏瑶瑶蹲在那儿，费劲从一堆大衣里探出脑袋，眼巴巴望着院子里的少年。少年裹着极不合身的肥大棉服，拿着竹竿绑细竹枝自制扫把。少年叫顾城，今年8岁，是被老猎户捡回来的孩子。老猎户没了之后，他独自一个人住在这个破院子里。苏瑶瑶飘着的时候，正是他把在山上冻得硬邦邦的他带回了他家。后来在他家才等到了沈秋荷。顾城察觉到外面有动静，出门一看是苏瑶瑶，十分惊讶。他赶忙过来，将苏瑶瑶从裹住他的超大号大衣里解救出来。瑶瑶，你怎么蹲这了？顾城是认识苏瑶瑶的，他是孤儿，得想法子养活自己，除了打猪草类似的活赚些工分，还自己去山里寻吃的。运气不错的时候能逮到只野鸡或者兔子。沈秋荷偷偷在山里捐了块地，种上庄稼，养了些鸡鸭。平常进出山里，偶尔碰到四处觅食的顾城，见他一个小孩子不容易，就帮了个忙，教他设陷阱，帮他卖猎物。凭借这些，顾城小年纪也把自己糊弄着没饿着。村子里很少有愿意费力不讨好帮顾城的人，沈秋荷就是其中一个，还帮他最多。对于沈秋荷嘴里提及最多的小女儿，顾城没打过交道，但也不陌生。苏瑶瑶垂着脑袋，不敢看他，只带着些期盼地问：顾城哥哥，我要没家了，你现在就把我捡回家好不好？他有点不确定，冻得硬邦邦的时候，顾城哥哥把他捡回去，还得辛苦地背着他。如今自己走过来，顾城哥哥也不用白费力气，这样的他应该更招人喜欢的吧？这是什么话？苏瑶瑶着急，把带来的布袋子塞给他。我带了吃的了，还带了盖着的，我能照顾自己。哥哥，你把屋子分我一点点，我就住几天，就几天就好。我一定会很乖，和冻得硬邦邦时候一样乖，不给哥哥添麻烦，等到妈妈回来就好了。顾城回神，拉着人往屋子里走。到底怎么回事？你和我说说，家里谁欺负你了？沈秋荷出事了，昨儿沈秋荷那个知青女婿也跑了。顾城下意识就觉得苏瑶瑶是被欺负了，他忍不住回想起前2年收养他的猎户刚去世的时候，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儿，家里时不时来拐弯抹角从未听闻的亲戚，隔3差5就丢东西。若不是这小院破旧的仿佛随时会塌，他恐怕连这么个安身之处都留不下。后来他学乖了，懂得藏东西了，日子才平静下来。苏瑶瑶耷拉着脑袋，四叔要住我和妈妈的屋子，我和妈妈的东西也要被奶和大伯娘分了。顾城脸色越发不好看，苏瑶瑶看着他，声音越来越小，脑海中忽然就想起沈秋荷以前在他小坟包前和他说的话，他有点底气不足道：我没地方住了，妈妈说我们是一家人，你是她的小女婿，你别不管我。他抬眼偷瞄顾城，心虚又气短，自己撒了谎。那是上辈子经常能听到的事，这辈子的沈秋荷还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沈秋荷在苏瑶瑶的小坟包前建了屋子，围了院子，他已从最初仿佛随时会随女儿而去的状态缓过来了。顾城不放心沈秋荷，几乎天天都来，时不时留下住宿。沈秋荷偶尔会调侃他，说他生得好看，说原本想把他领回家，从小给苏瑶瑶养个小女婿。私底下沈秋荷也会在小坟包前偷偷告诉苏瑶瑶，说他晚上要是想妈妈回家，看见陌生的漂亮小哥哥别害怕。顾城像遭了雷劈一样，好半晌才回过神，
结结巴巴。哦，好好的。他脸上通红，沈秋和寻常和他说说就算了，怎么还和苏瑶瑶也这么说？苏瑶瑶还这么小呢。哥哥，你答应了是吧？你真的答应了分我一点点屋子了吗？就一点点。顾城脸红到了耳朵尖，轻轻嗯了一声。你和沈阿姨的屋子，他们想住就住吧，你以后可以一直住我这里，这里就是我们2个人的家。顾城看着眼前的小团团，不想他再遭遇和自己一样的事。以前沈秋和一直护着他，现在沈秋和不在家，那他就帮沈秋和养着苏瑶瑶。别怕，以后我养你。顾城想清楚了，神色都舒缓了些，郑重的再说一遍。苏瑶瑶有些发愣，望着笑着的帅气小哥哥，眼眶就有些发烫了。真的啊？哥哥说这是我家哎，他还说妈妈是好人，他还要养着我。哥哥果然和妈妈说的一样好。顾城领着苏瑶瑶回屋，把东西放下，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得知沈家这会儿没人，干脆带他回到了老沈家。老沈家苏瑶瑶和沈秋和的屋子里，顾城一边往背篓里装东西，一边嘱咐：有什么要带走的，我们快点收拾。顾城解释，如今村里的人都在卫生所呢，他们还有点时间。冬天的村子里没啥娱乐活动，沈老头摔断腿，这是挺稀罕。闲着闲逛的人呼啦啦一大群都跟着去卫生所看热闹，路上看不见半个人影，真可谓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机了。苏瑶瑶眼前一亮，赶忙四处翻找沈秋和的衣服、鞋子、被子、褥子，屋子里的暖水瓶、搪瓷缸子，啥都搬走就更妙了。顾城先挑选重要的往背篓里装，让苏瑶瑶在这儿等着，他先回去送，一连跑了5趟才搬得差不多了。除了不方便他俩小娃娃挪动的桌子、柜子等搭件，他们把能搬的都搜刮一空。离开前，顾城还把屋子弄得杂乱不堪，留了大大小小不同的鞋印，抹去了他们进进出出的痕迹，伪装成有很多人过来拿东西的模样。卫生所的赤脚大夫在骨科方面很有一手，据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谋生的技艺。他看到苏瑶瑶的手，直皱眉头，怎么现在才过来？他刚说这么一句，就又想到什么，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苏瑶瑶被他掰得疼得死去活来，眼泪汪汪。他又用小木片给苏瑶瑶绑得硬邦邦，还凶巴巴警告：要是不想以后结了，就老实些，这么绑着，什么时候直溜了再说后续的事。大夫面色还有些凝重，似乎苏瑶瑶这手很严重。顾城慎重点头：我会看着他。后来顾城带苏瑶瑶去换膏药的时候，他们听见卫生所的大夫和人聊天，据说苏瑶瑶手上的伤，大夫给苏瑶瑶爷爷的腿复查时顺嘴提了一句，担心他们不重视，还往严重的说。沈家人都很是惊讶，但谁也没说要去找苏瑶瑶回沈家的话。苏瑶瑶的手既然真伤到不能干活，找回家也只是浪费粮食浪费柴火，在外面不吃家里的口粮多省事啊。沈家人都觉得苏瑶瑶在外面等到活不下去了，就知道自己回家找食吃的，他们并不需要费劲去找她。沈家没人来找她，苏瑶瑶蹲在顾城家的门槛上，把这个好消息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越想越高兴。她不用回那个冷冰冰的堂屋站着喝西糊糊，不用怕外婆再让她去洗衣服，也不用担心四叔住进她和妈妈的屋子了。顾城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个破了一半的陶盆，里头装着些晒干的蘑菇和菜干。他见苏瑶瑶坐在门槛上傻乐，也跟着笑了笑。想什么呢？想我以后都不用回去了，哥哥他们不找我，我好开心。顾城把陶盆放到院子里晾着，走过来蹲在他面前，认真的说：以后这里就是你家，谁来找你都不回去。苏瑶瑶点点头，又想起什么，歪着头看他。哥哥，你刚才说藏起来的那个地方安全吗？我怕妈妈的东西被偷走。安全，炕洞里那块砖是活动的，我试过了，外面看不出来。你那个铁盒子、钱票，还有你妈妈的衣服、被子都在里头。等过几天我去山上砍些柴回来，把炕烧上，东西搁里头，谁也不会动。苏瑶瑶放心了，又往院子里张望了一圈。这个小院比他想的要破，篱笆墙东倒西歪，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秃了一块，窗户只破了好几个洞，风一吹就呼啦啦响。但这是顾城哥哥的家，现在也是他的家了，他觉得哪哪都好。哥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呀？顾城抬头看了看天，日头偏西，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他眉头皱了皱，念叨了一句：怕是要下雪了。下雪可以堆雪人吗？堆雪人得等雪停了，趁还没下，我们得赶紧准备，冬天还长着呢，吃的烧的都得囤够，不然要挨饿受冻。苏瑶瑶被他说的紧张起来，跟着他进屋，看他在墙角翻出一堆东西，一个缺了口的大竹篓，2根麻绳，一把生锈的柴刀，还有一双大了好几号的草鞋。明天一早我进山捡柴火，你在家待着，院子里的雪我会扫，你别出门，手还没好，摔了更麻烦。我不要一个人在家，我想跟哥哥一起去。顾城停下磨刀的动作，看了看他绑着木片的手，有些为难。山路不好走，你手又这样。我走得慢，我不添乱，我在家害怕。他说的害怕，顾城懂，一个人待着，四面透风的屋子，风一吹就跟有人在门外似的。他小时候也怕了很久很久。行吧，明天多穿点，我背着你走一段，平路你自己走。苏瑶瑶高兴地直点头，差点从炕上蹦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顾城就起来了。他在灶堂里烧了把火，把昨晚剩下的红薯糊糊热了热，盛了一碗端到炕边。苏瑶瑶被叫醒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张嘴就喝，烫得嘶了一声，眼泪差点掉下来。慢点，还烫
着呢。苏瑶瑶小口小口的把糊糊喝完，整个人总算清醒了。她低头看看自己，顾城不知从哪翻出来一件旧棉袄，又大又厚，套在她身上直接拖到了脚踝，袖子长出来一大截，跟唱大戏的似的。这是我以前的，大了点儿，先穿着，等过阵子我给你改改。苏瑶瑶把手缩在袖子里，觉得暖和极了。谢谢哥哥。顾城背起竹篓，把柴刀别在腰间，又往兜里揣了根麻绳，这才带着苏瑶瑶出了门。天刚蒙蒙亮，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几声鸡叫从远处传来，路边的草叶上结了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苏瑶瑶跟在顾城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走到山脚下的时候，顾城蹲下来让她趴到背上，苏瑶瑶乖乖搂住他的脖子，感觉他后背瘦瘦的，骨头硌人但很稳当。哥哥，你累不累？不累，你才多大点，轻得很。山路越来越窄，两边的树枝伸出来，挂着霜花。顾城把她放下来，牵着她的手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捡枯树枝，折断了往竹篓里扔。苏瑶瑶也想帮忙，蹲下去捡了一根，结果手指使不上劲，试了好几次都折不断，急得脸都红了。别弄了，你跟着我就行，看着脚下，别摔了。他们一路往山里走，越走越深。顾城不时停下来蹲在地上看看，又站起来换个方向。苏瑶瑶看不懂他在干什么，只知道跟着走。忽然顾城停住了，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苏瑶瑶赶紧捂住嘴，大气不敢出。顾城慢慢蹲下去，从竹篓里摸出一个用藤条编的笼子，轻轻放在一棵树根旁边。苏瑶瑶凑过去看，发现笼子里放着几颗花生，笼子们用一根小树枝撑着，树枝上系了根细麻绳，麻绳的另一头攥在顾城手里。他们退到远处一棵大树后面，蹲下来等着。苏瑶瑶等了好一会儿，腿都蹲麻了，正想开口问，就见一只灰扑扑的野兔从灌木丛里探出头来，鼻子一动一动的，慢慢朝笼子那边挪。苏瑶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死死盯着那只兔子。兔子在笼子门口转了几圈，闻了闻花生，又退了回去。苏瑶瑶急得不行，恨不得冲过去把兔子推进去。顾城却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轻了。又过了一会儿，兔子大概是觉得安全了，一头钻进了笼子。顾城猛地一拉绳子，笼子门啪的关上，兔子在里面扑腾了几下，出不来了。抓到了！顾城也笑了，跑过去把笼子提起来。兔子不大，毛色灰扑扑的，在笼子里缩成一团，眼睛又圆又亮。晚上有肉吃了，运气好，赶明儿再多下几个套子，冬天就有吃的了。苏瑶瑶盯着竹篓里的兔子咽了咽口水。他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上回吃肉还是沈秋荷走之前给他炖的一碗鸡蛋羹，里面拌了点肉末。哥哥，你真厉害！顾城被他夸得不好意思，挠了挠头。沈阿姨教得好，以前我什么都不会，都是她教的。提起沈秋荷，苏瑶瑶的嘴巴瘪了瘪，她想妈妈了，想得厉害，但她忍住了没哭。妈妈说过，哭鼻子的小孩不招人喜欢，他要乖乖的等妈妈回来。他们又往山里走了一段，顾城在背风的山坳里找到好几棵枯死的树，他把苏瑶瑶安置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让她别乱跑，自己拿了柴刀去砍树枝。苏瑶瑶坐在石头后面，听着嘟嘟嘟的砍柴声，觉得安心极了。他抬头看天，发现云层比早上更厚了，灰扑扑的压下来，像是要掉下来似的。哥哥，是不是要下雪了？顾城停下来看了看天，脸色变了变。快了，今天得多砍点儿。他加快了动作，不一会儿就砍了一大堆树枝，用麻绳捆成2捆，试着掂了掂分量。苏瑶瑶看他额头都冒汗了，赶紧掏出自己的手帕递过去。顾城接过来擦了擦汗，又把手帕还给他。走吧，先送回去，下午再跑一趟。回去的路是下坡，顾城背着柴火，牵着苏瑶瑶，走得比来时快了不少。到山脚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下雪了，快走，得赶在雪下大之前回去。他们紧赶慢赶回了家，顾城把柴火堆在屋檐下，用一块破油布盖好，又带着苏瑶瑶进了屋。雪越下越大，等他们把东西收拾好，窗外已经白茫茫一片了。苏瑶瑶趴在窗台上往外看，院子里的篱笆墙都快看不清了。她忽然想起什么，扭头问顾城：哥哥，雪下大了，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出门了？所以得趁雪没封山，多囤点东西。接下来的日子，顾城每天天不亮就进山，有时候带着柴火回来，有时候带着些野果子、板栗、干蘑菇。苏瑶瑶帮不上什么忙，就负责在家看火，把顾城带回来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他的手慢慢没那么疼了，但小木片还得绑着。大夫说了，要是拆早了手指长不直，以后就废了。苏瑶瑶很听话，再不方便也没自己拆过。顾城怕他一个人在家闷，特意在山上捡了好看的石头带回来给他玩。苏瑶瑶把石头摆在窗台上，按大小排成一排，每天看看他们就觉得高兴。腊月29，沈家老四娶亲这天，村里确实热闹了一阵。苏瑶瑶和顾城一大早就进了山，等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远处沈家的方向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和笑闹声。苏瑶瑶听了听，就把窗户关上了。哥哥，明天就是年30了。顾城点点头，继续在灶前忙活，把削好的兔子取下来，又把那袋白面和红糖拿出来。明天咱们包饺子，你会包吗？顾城动作顿了顿，诚实地说：不会，你会吗？苏瑶瑶也摇头，我只看妈妈包过，没包过。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没关系，包成什么样都能吃。年30这天，天没亮，顾城就起来了。他先扫了院里的雪，又把屋顶上的雪清了清。前几天隔壁王大爷家的茅屋就被雪压塌了一角，他担心自己的房子也撑不住。苏瑶瑶醒的时候，听见屋顶上传来沙沙的声音，知道顾城又在扫雪了。他穿好衣服，把绑着木片的手小心地塞进袖子里，推门出去看，院子里堆了好大一堆雪，
顾城站在屋顶上，用一把自制的竹扫帚往下推雪，看见他出来，喊了一声：“别出来，在门口站着就行。”苏瑶瑶就站在门口，仰头看他。顾城的脸冻得红红的，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扫着挥得很有力气。等他扫完下来，苏瑶瑶赶紧递上热好的红薯糊糊。顾城接过来喝了一口，忽然说：“等会儿给你堆个雪人。”真的。顾城说到做到，喝完糊糊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他滚了2个大雪球落在一起，又找了2个煤球当眼睛，一根胡萝卜当鼻子，还不知从哪翻出来一顶破草帽扣在雪人头上。苏瑶瑶蹲在旁边看，觉得少了点什么，跑回屋里翻出沈秋荷的军大衣上掉的一颗扣子，按在雪人身上当嘴巴，好好看。顾城又滚了2个小雪球，一大一小，挨着大雪人摆好。这是谁？这是沈阿姨。苏瑶瑶愣了一下，看看那个大雪人，又看看中间那个，再看看顾城，忽然眼眶就红了。她使劲忍着没哭，走过去摸了摸那个代表沈秋荷的雪人，小声说：“妈妈，过年好。”顾城站在旁边没说话，只是又找了2根树枝插在代表自己的那个雪人身上当胳膊。一家3口整整齐齐。下午他们开始准备包饺子，顾城把白面和好，苏瑶瑶负责看着灶上的水。等面醒好了，2个人围着灶台坐下来，开始擀皮。顾城不会擀皮，把面团擀得歪歪扭扭，厚的厚薄的薄。苏瑶瑶更不会，用没受伤的那只手试着捏了一个，结果馅放多了，捏不上，又加了一张皮上去，包出来像个包子。这是什么？饺子呀，就是胖了点。2个人你一个我一个地包，不一会儿就包了一案板。苏瑶瑶的手不方便，每次捏边都要用好大力气，手指头不听使唤，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斜斜的，有的还露了馅。顾城看着他的手，忽然不笑了。他盯着苏瑶瑶那只绑着木片还带着淤青的手，看他笨拙地捏着饺子边，每捏一下都要皱皱眉头，显然是疼的，但他一声不吭。瑶瑶，顾城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对。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包的那些歪歪扭扭的饺子，又看了看苏瑶瑶包的，忽然就红了眼眶。没什么，你包的挺好的。苏瑶瑶没注意到他的异样，还在认真地跟手里的饺子较劲。他包得很慢，每一个都要花好大力气，但他很认真，好像要把所有的心意都包进去。哥哥，等妈妈回来了，我们包好多好多饺子给她吃。好，包好多好多。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巨响，轰隆一声，地都震了一下。顾城脸色一变，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扑过去，一把抱起苏瑶瑶，把她塞到桌子底下，他自己也钻进来，把她护在怀里。后背朝着外面，苏瑶瑶被吓得不敢出声，紧紧抓着顾城的衣服。过了好一会儿，外面没了动静，顾城慢慢探出头去看了看，松了口气。哦，是隔壁的房子塌了。他爬出来，走到门口往外看，隔壁王大爷家的偏屋整个塌了，屋顶的雪和茅草混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小山，隐约能听见有人喊叫的声音，还有哭喊声从那边传来。有人被埋了，你在家待着，我去看看能不能帮忙。不要，哥哥别去，我就去看看，马上回来。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吗？苏瑶瑶点点头，又摇摇头，她害怕，但她更怕顾城出事。顾城想了想，把门关好，又把炕洞里的火拨大了些。那我不去了，咱们继续包饺子。他们重新坐下来，案板上的饺子落了些灰尘，顾城用干净布子一个一个擦干净。苏瑶瑶在旁边看着，忽然说：“哥哥，我想妈妈了。”我知道，我也想。他们继续包饺子。顾城觉得之前包的那些太丑了，又揪了块面重新擀皮。这次他学聪明了，把皮擀得薄薄的，虽然还是不圆，但比刚才好了不少。苏瑶瑶也跟着学，但她的手实在使不上劲，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包回原来的样子。没关系，丑的好吃。就在这时，村子那边忽然热闹起来，不是之前办喜事那种热闹，而是乱糟糟的，夹杂着哭喊声和吆喝声。又塌了一家。顾城站起来往外看，但隔着雪墙什么都看不见。苏瑶瑶也有些害怕，紧紧挨着他。过了一会儿，隐约能听见有人在喊：“快来帮忙！老李家的屋子塌了，压了人在里头。”紧接着又有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这边也塌了，快来人啊！”顾城的脸色变了，他走到门口，推开被雪堵了半截的门往外看，雪还在下，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但声音越来越杂，好像到处都在出事。这场雪太大了，好多家的房子都撑不住了。苏瑶瑶拉着他的衣角，小声问：“我们的房子会塌吗？”顾城看了看屋顶，这房子是老猎户留下来的，虽然破但梁柱都是好木头，他之前也上去清过雪，应该能撑住。不会，我们的房子结实。话音刚落，外面又传来轰隆一声，这次进了不少。苏瑶瑶吓得缩了缩脖子，顾城赶紧把她拉到桌子底下，他自己挡在前面。好在这次不是他们的房子，是隔壁另一间偏屋塌了，但他的越来越多，村子里乱成一团，喊叫声、哭喊声、吆喝声混在一起，隔着风雪传过来，听不太真切，但能感觉到那种慌乱。苏瑶瑶缩在桌子底下，抱着顾城的胳膊，忽然想起上辈子自己淋了雨发了烧，变得硬邦邦的，被卷在草席里扔到后山上，那种冷那种硬，他到现在还记得。哥哥，我们会好好的，对不对？对，我们会好好的。村子里越来越乱，有人跑出来挨家挨户敲门，让大家出来帮忙。顾城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出去看看。你在家待着，把门拴好，谁来了也别开门，我很快就回来。苏瑶瑶不想让他走，但他知道他是去救人，只好点点头。哥哥，你快点回来。顾城披上那件破棉袄，推门出去了。苏瑶瑶把门拴好，他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灶堂里的火噼啪作响，炕上还热乎着，案板上的饺子包了一半，
他忽然觉得很冷清。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在心里问，没人回答他。苏瑶瑶坐在炕上，把被子裹在身上，盯着窗户上的冰花发呆。他想起上辈子他变成阿飘的时候，妈妈在他的小坟包前守了好久好久，头发都白了。这辈子他没死，妈妈应该不会白头了吧？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传来脚步声。苏瑶瑶紧张地盯着门，听见顾城的声音：瑶瑶，是我，开门。他赶紧跳下炕，把门栓拉开。顾城进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脸冻得发紫，但眼睛很亮。村里塌了好几家，人都救出来了，没什么大事。苏瑶瑶赶紧把热着的壶递给他。顾城喝了一口，忽然想起什么。对了，我回来的路上听说了一件事。什么事？说是有一辆吉普车开进村子了，好像是部队上的车。苏瑶瑶不太懂这些，只是哦了一声。顾城把壶喝完，搓了搓手。不管了，咱们继续包饺子，天都快黑了，得赶在年夜饭前包好。他们重新坐下来，继续跟那些歪歪扭扭的饺子较劲。苏瑶瑶的手越来越疼，但她忍着没说。她知道要是说了，顾城肯定不让她包了。就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一阵嘈杂声，比之前更近了。有人在大声说话，好像有很多人往这边来了。顾城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雪还在下，但比刚才小了些，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群人往这边走。最前面有个人走得很急，那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艰难前行。怎么啦？顾城盯着那个人影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声音都变了。瑶瑶，你看那个人。苏瑶瑶踮起脚尖往外看，雪太大，她什么都看不清。那个人影越走越近，越走越快，到了篱笆墙外头，被高高的雪墙挡住了。那人停了一下，像是在找路，然后直接翻过了雪墙，扑通一声摔进了院子里。苏瑶瑶愣住了。那个人从雪地里爬起来，满身满脸都是雪，但苏瑶瑶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激动地大喊：妈妈，妈妈！她冲出去，跌跌撞撞地跑过院子，一头扎进沈秋荷的怀里。沈秋荷一把抱起她，紧紧地搂着，力气大的像是要把她揉进骨头里。苏瑶瑶感觉到妈妈在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怎么了，有热热的东西滴在她的脖子上，烫得她心头一颤。瑶瑶，妈妈回来了。苏瑶瑶哇的一声哭出来，把脸埋在沈秋荷的颈窝里。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想说的话太多了，堵在喉咙里。她想说妈妈我好想你，想说你终于回来了，想说我的手好疼，想说外婆不给我鸡蛋吃，想说四叔占了我们的屋子，但最后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哭着一遍一遍喊妈妈。沈秋荷也哭了，她抱着苏瑶瑶跪在雪地里，哭得浑身发抖。顾城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娘俩，眼泪也吧嗒吧嗒掉。过了好一会儿，沈秋荷才缓过来，她抱着苏瑶瑶站起来，看见顾城站在门口，朝他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哽咽：小城，谢谢你。顾城摇摇头，抹了把脸，哑着嗓子说：沈阿姨，快进屋，外头冷。沈秋荷抱着苏瑶瑶进了屋，一进去就愣住了。屋子里虽然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灶堂里烧着火，炕上铺着他以前用的被褥，墙角堆着粮食和干菜，案板上摆着包了一半的饺子，整整齐齐码在那里。这是……顾城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解释：瑶瑶，把您的东西都搬过来了，我帮他藏的。沈家那边要占你们的屋子，我就带着他都搬来了。沈秋荷没说话，他放下苏瑶瑶，走过去摸了摸那些被褥和衣服，他又看了看那个铁盒子，顾城已经把它从炕洞里拿出来了，打开来，金镯子、金锁、金小鱼都在，钱票也一张不少。他转过身，蹲下来看着苏瑶瑶和顾城，忽然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好孩子，都是好孩子。苏瑶瑶扑过去抱住他，顾城站在旁边，不知道该不该上前。沈秋荷伸手把他拉过来，一手搂一个，把两个小孩都抱在怀里。以后咱们三个是一家人。小城，你愿意叫我一声妈吗？顾城愣了好一会儿，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叫了一声妈。沈秋荷应了一声，把他搂得更紧了，眼眶又红了。三个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一会儿，还是苏瑶瑶先反应过来，她吸着鼻子，瓮声瓮气地说：妈妈，我饿，饺子还没包完。沈秋荷被他逗笑了，擦了擦眼泪，温柔地应着：好，包饺子，妈妈教你们包。他洗了手，重新揪了块面，教顾城怎么擀皮，又教苏瑶瑶怎么捏边，动作轻柔又耐心。顾城学得快，擀了几张就像模像样了。苏瑶瑶的手不方便，沈秋荷就握着她的手，一下一下地教她。慢点，别着急，妈妈在呢。苏瑶瑶靠在他怀里，觉得手也没那么疼了，心里暖烘烘的。饺子包好了，下到锅里煮了2滚，捞出来一人一碗。苏瑶瑶咬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但舍不得吐出来。她含含糊糊地说：好吃，真好吃。顾城也咬了一口，咧嘴笑了，眼睛亮晶晶的。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沈秋荷看着他们两个，眼眶又红了，但这次他没哭，他笑着说：吃吧，吃完了妈妈给你们讲故事。吃完饺子，苏瑶瑶赖在沈秋荷怀里不肯下来。顾城把碗筷收拾了，又往灶堂里添了把柴，屋子里暖烘烘的。妈妈，你怎么才回来？他们说你去坐牢了。沈秋荷叹了口气，轻轻摸着他的头。妈妈没坐牢，你三叔在部队上，有坏人要害他，妈妈帮着抓坏人，耽误了些日子。苏瑶瑶不太懂这些，但知道妈妈不是去坐牢，就放心了。那你还走吗？沈秋荷亲了亲她的额头，语气无比坚定。不走了，以后都不走了。苏瑶瑶高兴地在他怀里拱了拱，又想起什么，举起绑着木片的手。妈妈，你看，爸爸掰得好疼好疼。沈秋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轻轻拖着苏瑶瑶的手，看着那些淤青和不太正常的角度，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浑身的气压都低了。没事了，妈妈回来了，以后谁也别想欺负你。苏瑶瑶点点头，又絮絮叨叨的告状。外婆不给我鸡蛋吃，说我不干活就没饭吃。四叔和四婶住了我们的屋子，大伯娘要分你的衣服。他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堆，把这段时间受的委屈全道了出来。沈秋和听着，脸色越来越沉，但搂着苏瑶瑶的手始终很温柔。顾城在旁边听着，时不时补充几句，把细节都说清楚了。说到苏建军拿走嫁妆，掰伤苏瑶瑶手指的时候，沈秋和的拳头攥得咯吱响，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苏建军。苏瑶瑶有点害怕，缩了缩脖子。沈秋和察觉到她的反应，赶紧放松了表情，低头亲了亲她的脸蛋。不怕，妈妈不是凶你。我知道，妈妈是凶爸爸。沈秋和被他这话逗得哭笑不得，捏了捏他的鼻子。对，妈妈凶他。外面传来敲门声，顾城去开门，是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他们扛着铁锹来帮忙清雪，脸上都带着善意的笑。沈秋和出去跟他们道了谢，又说了几句话，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眉眼都舒展了。明天咱们去卫生所，让大夫看看你的手。大夫说养着就行。沈秋和摇摇头，语气里满是不放心。得再去看看，我不放心。苏瑶瑶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乖乖靠在他怀里。那天晚上，苏瑶瑶睡在沈秋和怀里，睡得特别踏实。半夜醒了一次，听见沈秋和顾城在低声说话，说的什么他没听清，只觉得妈妈的心跳声好安稳，他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沈秋和就带着苏瑶瑶去了卫生所，顾城也跟去了。一路上，顾城紧紧挨着苏瑶瑶，好像怕她丢了似的。大夫拆开木片看了看，又捏了捏苏瑶瑶的手指，苏瑶瑶疼得直抽泣，沈秋和的脸也跟着白了。送来的太晚了，而且中间又伤过一次，虽然没有骨折，但关节错位了。养是能养好，但恐怕会留下后遗症，以后这个手可能使不上大力气，阴天下雨的也会疼。顾城站在旁边，脸色刷得白了，他低着头，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都怪我，我应该早点带他来的。苏瑶瑶赶紧摇头：不怪哥哥，是我自己不说疼的。沈秋和没说话，只是把苏瑶瑶的手轻轻包好，对大夫说：麻烦您了，以后我会注意给他养着。回去的路上，顾城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苏瑶瑶拉着他的手轻轻摇了摇：哥哥，不疼的，真的不疼。顾城嗯了一声，还是不说话。沈秋和停下脚步，蹲下来看着顾城：小程，这不是你的错，你能在那个时候收留瑶瑶已经是大恩了，手的事以后慢慢养，总能好一些的。顾城眼圈红了，使劲忍着没哭出来。苏瑶瑶凑过去，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摸了摸他的脸：哥哥不哭，瑶瑶不疼。顾城终于没忍住，眼泪吧嗒掉下来，他赶紧用袖子擦了，哑着嗓子说：我没哭，是风吹的。苏瑶瑶信了，因为风确实挺大的。年后没几天，沈秋和就忙开了。他先是去找了村长，说了自己过继给后山孟老太太的事。老太太姓孟，早年间来到村里的，跟沈秋和学过手艺，两人处得跟母女似的。孟老太太年前没了，沈秋和料理了后事，顺便把自己的户口落在了她名下。以后我不姓沈了，我姓孟，你们也跟着我姓孟。苏瑶瑶不太懂这些，但觉得妈妈姓什么都行。顾城倒是明白，沈秋和这是彻底跟沈家断了关系，以后沈家再也不能拿捏他了。果然消息传出去没2天，沈家就来人了。外婆带着大伯四叔，还有新过门的四婶，气势汹汹堵在篱笆院门口。外婆拍着大腿骂：你这个不孝女，连祖宗都不要了，你对得起谁？沈秋和站在院子里，冷冷地看着他们：我对得起谁，对不起谁，用不着你们管。我过继给孟家是正经办了手续的，你们要是有意见，去找村长说理。大伯指着他骂：你还有理了？你把老四的新房烧了，家具砸了，这事怎么算？沈秋和冷笑一声：那屋子是我的，家具也是我的，我烧自己的东西，害着谁了？四叔气得脸通红，撸起袖子就要冲进来。顾城挡在苏瑶瑶前面，沈秋和往前一步，随手抄起靠在墙边的锄头，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杵，震得泥地都颤了颤。想动手，你们可以试试。四叔的步子顿了顿，想起沈秋和以前的名声，到底没敢上前。外婆还在骂，越骂越难听。沈秋和懒得搭理，转身进了屋，把门一关，外面骂了一阵，见没人理会，渐渐没了声。苏瑶瑶趴在窗户上看，看见外婆他们骂骂咧咧的走了，心里松了一口气。妈妈，他们还会来吗？来也没用，以后他们不敢来了。果然沈家后来又来过几次，但沈秋和每次都把他们挡了回去。有一次四叔喝醉了酒想来闹事，被沈秋和一棍子敲在腿上，四叔瘸了半个月，从此再也不敢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雪慢慢化了，山上的树冒出了新芽。沈秋和每天忙里忙外，先是去公社办了手续，把户口迁到了孟家，又托人打听城里钢铁厂招工的事。这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好消息，钢铁厂给了我一个正式工的名额，下个月就能去报到了。苏瑶瑶不太懂这意味着什么，但看妈妈高兴也跟着高兴。顾城却是明白的，正式工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户口能迁到城里，意味着他们能离开这个村子了。妈，那我们是不是要搬家了？沈秋和点点头：对，搬家，都搬到城里去。城里像爸爸去的那个城里吗？沈秋和的笑容淡了淡，
但还是点了点头。对，不过咱们去的是另一个城，比爸爸去的那个还好。苏瑶瑶想了想，又问：城里有鸡蛋吃吗？沈秋和被他逗笑了。有，天天都有。那我去。顾城也笑了，笑着笑着眼圈又红了，他偷偷别过头去，不想让苏瑶瑶看见。沈秋和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搬家那天，沈秋和借了一辆板车，把家当都装上，带着2个孩子出了村子。村长在村口等着，递给他一个布包，这是你们家的口粮，我都给你换成了粮票，拿着吧。沈秋和接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村长手里。这是钢铁厂的工作名额，您家大儿子不是正愁没着落吗？给他吧。村长愣住了，这怎么好？没什么不好的，当初瑶瑶在沈家遭罪，是您给她指了条路，这份情我记着。村长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红着眼眶点了点头。板车吱呀吱呀的往前走，苏瑶瑶坐在备路堆上，回头看了一眼村子，炊烟袅袅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妈妈，我们还会回来吗？不回来了，以后咱们有新的家了。苏瑶瑶哦了一声，扭过头去，靠着顾城的肩膀，看着前面的路，路很长，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但她不害怕，有妈妈在，有哥哥在，哪里都是家。到了城里，沈秋和先租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下来，然后去钢铁厂报道。他做事利落又有本事，没几天就在厂里站稳了脚跟。安顿下来之后，沈秋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苏瑶瑶去看手。他打听到省城有个老中医专治骨伤，就带着苏瑶瑶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赶过去。老中医看了苏瑶瑶的手，皱着眉头说：伤得太重了，又没及时治，现在骨头都长歪了。我给他重新正一次骨，但能不能完全好不好说。沈秋和咬着牙点了点头。正骨的过程疼得苏瑶瑶死去活来，她哭的嗓子都哑了。沈秋和抱着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一声没吭。顾城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哭声，攥着拳头，指甲都掐进了肉里。治完之后，老中医叹了口气：就这样养着吧，能恢复成什么样算什么样。沈秋和不死心，又带着苏瑶瑶去了别的医院，省城的、首都的、上海的大医院跑了个遍，钱花了不少，但大夫们的说法都差不多。送医太晚，又受了2次伤害，后遗症怕是免不了了。最后在首都一家医院，一个老专家看了片子，孩子的骨头还在长，现在不好说，等长大了再看吧。日常活动应该没问题，就是不能提重物，阴天下雨可能会疼。沈秋和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谢谢你。回去的火车上，苏瑶瑶靠在沈秋和怀里，小声问：妈妈，我的手指是不是好不了了？沈秋和搂着她，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能好，就是以后要小心些，不能太用力。苏瑶瑶哦了一声，又问：那我能写字吗？能上学吗？能，都能。苏瑶瑶放心了，只要还能写字上学，她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顾城坐在对面，看着苏瑶瑶绑着绷带的手，眼圈又红了。苏瑶瑶看见了，冲他笑了笑：哥哥不哭不疼的。顾城使劲点头，把眼泪憋了回去。从那天起，顾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苏瑶瑶但凡要用手的地方，他都抢着做，倒水、拿东西、开门、搬凳子，他样样都抢在前面。苏瑶瑶一开始还不习惯，后来也就随他了。哥哥，我又不是废了。顾城就板着脸说：大夫说了要养着。苏瑶瑶说不过他，只好由着他。日子一天天过去，沈秋和在钢铁厂干得越来越好，他脑子活又有手艺，什么机器坏了到他手里都能修好。厂里的领导看中他，没多久就给他转了正，还分了房子。分房子那天，沈秋和回来高兴地跟2个孩子说：2居室，有厨房，有厕所，还能烧暖气。苏瑶瑶不太懂这些意味着什么，但看妈妈高兴也跟着笑。顾城倒是明白，这是他们在城里真正站稳脚跟了。搬进新房那天，沈秋和特意买了肉和菜，包了一顿饺子。这次包的饺子可不像过年那次歪歪扭扭的了，一个个圆滚滚的，整整齐齐地摆在案板上。苏瑶瑶坐在旁边看，手痒也想包，被顾城拦住了。你别动，我来，我就包一个。顾城看了看沈秋和，沈秋和笑着点了点头，让他包一个吧，小心点就行。苏瑶瑶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捏了一个，还是歪歪扭扭的，跟以前一样丑，但她很喜欢，特意摆在最中间，谁也不许吃。这个留给妈妈。沈秋和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好，留给妈妈。饺子煮好了，3个人围坐在桌前，窗外是城市的灯火，远处有汽车的声音，跟村子里完全不一样。苏瑶瑶吃着饺子，忽然想起一件事：妈妈，爸爸也在城里，我们会不会碰到他？沈秋和的筷子顿了顿，淡淡的说：碰不到，他在首都，离这儿远着呢。苏瑶瑶哦了一声，没再问了。她对苏建军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他掰她的手很疼很疼，别的都不太想得起来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几年。沈秋和在钢铁厂干得风生水起，后来政策放开了，他干脆辞了职，自己做生意。他早年跟那些下放的老先生们学过不少东西，经济、管理、市场，样样都懂一些，加上他胆子大路子广，没几年就把生意做大了。苏瑶瑶不太懂妈妈做什么生意，只知道家里越来越有钱，先是换了大的房子，后来又买了好几处房子。沈秋和好像特别喜欢买房，走到哪买到哪，看到合适的就买。妈妈，你买这么多房子干什么？沈秋和愣了一下，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年冬天，你和小程住在那个破院子里，雪把门都堵了，我一想起来就后怕。要是那房子也塌了怎么办？你们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苏瑶瑶没想到他还记着这件事，心里一酸，她靠过去抱住沈秋荷的胳膊：“妈妈，都过去了。”是过去了，但妈妈不能再让你没有家。从那以后，沈秋荷买房买得更凶了，她买来的房子都写在苏瑶瑶名下，一套一套的，房本摞起来有厚厚一沓。苏瑶瑶有时候翻看那些房本，觉得像做梦一样。顾城学习很好，好到让老师都惊讶，他跳了2级，跟苏瑶瑶成了同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形影不离。班上的同学都笑他们，说他们是两口子。苏瑶瑶被说得脸红，顾城倒是没什么反应，他只是该干嘛干嘛，丝毫不受影响。高考那年，苏瑶瑶考上了首都的大学，顾城也考上了，还是同一所。两个人一起去首都报到，沈秋荷送他们到火车站。沈秋荷站在站台上，眼睛红红的：“妈，你别哭，放假我们就回来。”没哭，只是风迷了眼。苏瑶瑶信了，因为火车站的风确实挺大的。到了首都，苏瑶瑶和顾城安顿下来，开始了大学生活。大学4年，顾城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抢在前面。苏瑶瑶的手虽然已经好了很多，但阴天下雨还是会疼。顾城比她还紧张，一到变天就提前把暖水袋准备好。哥哥，你能不能别这么紧张？不能。苏瑶瑶拿他没办法。再后来，沈秋荷从外地赶回来，穿了一身新衣服，她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妈，你怎么这么高兴？沈秋荷拉着她的手，眼眶红了。妈妈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苏瑶瑶也红了眼眶，靠在她肩膀上。妈，谢谢你。谢什么？你好好的，妈妈就高兴了。之后，苏瑶瑶和顾城各自在首都安了家。苏瑶瑶读了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顾城跳级读完了博士，进了首都的一家研究所。两个人忙忙碌碌的，但日子过得很踏实。他们住的房子是苏瑶瑶名下的一套4合院，在2环内，是3进的院子，青砖灰瓦，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苏瑶瑶很喜欢这个院子，春天看槐花开，夏天在树下乘凉，秋天扫落叶，冬天堆雪人。沈秋荷有时候会来住一阵子，每次来都要带好多东西，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妈，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楼下就是超市，超市的东西哪有家里的好？苏瑶瑶说不过他，只好由着他。千禧年那年冬天，苏瑶瑶陪沈秋荷去办成交几套拆迁房的出租手续。那些房子是早年间沈秋荷买的，地段偏，后来城市规划扩建，反倒成了抢手的地方。拆迁的时候分了好几套，沈秋荷都写在苏瑶瑶名下。这会儿要出租，苏瑶瑶得亲自去签字。办完手续出来，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苏瑶瑶挽着沈秋荷的胳膊往外走，经过中介公司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您看我这情况，孩子还小，我这手又这样，您跟房东说说，租金能不能再便宜点，200行不行？我实在是……”声音不大，但苏瑶瑶听见了，她脚步顿了顿，下意识往里面看了一眼。中介公司的玻璃门半开着，里面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他头发乱糟糟的，弓着背，正跟中介讨价还价。他左手缺了2根手指，剩下3根蜷缩着，像是使不上力。苏瑶瑶的目光在他手上停了2秒，然后移开了。他认出他了，是苏建军。他比10几年前老了，瘦了，也佝偻了。他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身上的衣服有好几处补丁。他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7、8岁的样子，扎着2个羊角辫。小女孩怯生生地拉着她的衣角。苏瑶瑶看着那个小女孩，心里忽然很平静，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太多感慨，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人。她看了一眼，然后移开目光。沈秋荷也看见了，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他像是没看见似的，继续往前走。苏瑶瑶跟着他走，脚步没有停。身后传来中介的声音：“苏师傅，这已经是底价了，您这条件，要不您再看看别处？”“行，我再看看，麻烦您了，麻烦您了。”苏瑶瑶已经走远了，那些声音越来越模糊。她挽着沈秋荷的胳膊，感觉到妈妈的手臂僵了一下，又慢慢放松了。妈，晚上想吃什么？沈秋荷回过神来，笑了笑：“随便，你爱吃什么就做什么。”“那包饺子吧，好久没包了。”“行，小程晚上回来吃饭。”“他说今天能早点下班。”两个人说着话，走出了那条街。身后中介公司门口，苏建军牵着女儿走出来。他抬头看见前面2个女人的背影，年轻女人挽着年长女人的胳膊，两个人走得很近很亲密，一看就是母女。他愣了一下，觉得那个背影有些眼熟，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的眼睛不太好，这些年干粗活累活，眼睛熬坏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爸爸，你在看什么？没什么，走吧，爸爸再带你去别处看看。中介公司的伙计出来倒水，看见他还在门口站着，叹了口气：“苏师傅，您这条件确实不好找，要不您去城西看看，那边便宜些。”苏建军连忙点头：“好，谢谢你。”他牵着女儿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拐进了巷子，看不见了。但他刚才瞥见了一个侧脸，白白净净的，很好看，眉眼间有些熟悉，像谁呢？他想不起来了。爸爸，你哭了。苏建军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脸，果然是湿的。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笑着说：“没有，是风迷了眼。”而巷子那头，苏瑶瑶挽着沈秋荷的胳膊，
脚步稳稳的。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想回头，那些是那个人都过去了。妈，我跟你说个事。什么事？顾城说想换个冰箱，你觉得换多大的好？换个大点的吧，过年好囤东西。行，听你的。两个人说着家常，走进了巷子深处。天上飘起了雪花，细碎的、轻轻的落在肩头，很快就化了。苏瑶瑶伸手接了一片，看着它在掌心里化成一个小小的水珠。下雪了。沈秋荷也笑了。下雪了。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只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那些脚印很快就被新雪覆盖了。后来苏瑶瑶常常想起那个大雪封山的年30，破旧的篱笆小院，歪歪扭扭的饺子，还有翻过雪墙扑进院子的母亲。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她追寻的从来不是那个抛下她远走的父亲，而是风雪夜里翻过一切阻碍向她奔赴而来的母亲，是那个瘦弱却坚定地说以后我养你的少年，是那个用一砖一瓦一套又一套房子为她垒起家这个字的人。此生至此，风雪已过，万家灯火里终于有一盏永远为她亮着。